好，我是美人鱼老师。孩子的真性情充满了价值，等等，举几个例子，大家就知道，哇，多么不可思议啊！英国爸爸有一天他心血来潮，就将儿子的原型画作用 Photoshop P 图在网络上，结果一炮而红100万粉丝涌进来他是这么说的，他要用孩子的眼光重整看这个世界，天马行空，非常的疗愈。我想，孩子的涂鸦的价值就在这里，因为他独居无数嘛。太赞了！住在东京有位法国的插画家，他有2个儿子，也超爱画画的。有一天他的孩子用加减乘除画了一个机器人，老爸灵机一动，把它重整，变成新的元素，新的创作思维，又创造很棒的一个插画。这个故事是告诉我们，孩子的涂鸦真的是有无限的价值，而且孩子的涂鸦无意的创作反而更能感动人心还有一个例子，有位爸爸妈妈为了鼓励他4岁的女儿，他说女儿，你长大以后就算做个名画家哇，4岁的孩子就是这么单纯。爸爸说我会当名画家，那我就努力画，一直画，结果画得非常热衷，而且陶醉这个时候他自己已经画出他自己独特的风格，他爸爸就他从中间获取他新的元素，再创作。爸爸的画放在画廊里，可受大欢迎的。从这3个例子，我们就了解，孩子涂鸦充满了真性情，每一笔每一画都是他内在情感的表露，多么的真实所以我们不要小看涂鸦这件事情，涂鸦的自在自由，在不干涉之下，它创造的价值是无限大的。大家想想，伟大的艺术家像毕卡索，他后来不是告诉我们吗？他一辈子在追求像孩子般的画，原来他讲的就是内心里真正的什么情感从这3个例子我们非常确定一件事情，肯定孩子自主下的情感表现让他的心自由自在，没有拘束，让他的心完全没有挂碍，没有大人的期盼。这时候你的孩子的作品才有可能独一无二，天马行空，自在的表达自己。那为什么孩子会说我不会画呢？其中最大的这个要害就是来自于大人用成人式的话语不适当的回应，这样子非常容易造成孩子心灵受创当大人跟孩子说你怎么乱画呀？这个话语中孩子的受创是他开始不相信自己的感受，因为爸爸妈妈都说我乱画，我不敢乱画，所以我不相信自己的感受。错了，孩子是他画心里的感觉嘛，而不是画大人看得懂，大人都误解了。可是你的话语已经伤害了孩子不相信自己的感受性。再来，当大人跟孩子说你怎么画得脏兮兮的啦？这个时候孩子在画画的时候会变得很拘束，因为爸爸妈妈会说我画脏了，所以我要小心一点。这时候不是又在局限我们的孩子天马行空的想法吗？再来大人的我们又无语会说
我都看不懂在画什么呢，可不可以告诉我啊？哇，天哪！又要迎合大人的样子看得懂，但是他不了解，孩子是告诉他内心里的世界，而不是眼睛的世界，看不懂他的心呐。孩子的心是什么？你不知道。这时候我的孩子又受创了，他在画画的时候有所挂碍，不敢随便画，然后他就会说：“我不会画。”他的不会画是不知道怎么迎合大人才看得懂的画。这3点我们都会无意中犯了，我们要好好的警惕自己哦。那大人我们该如何避免破坏孩子的原创性，还有阻碍他天马行空的创意呢？最好的方法就是我们必须理解孩子每一段年龄层的心智发展，他的潜力，他的手眼脑协调，每一个年龄该施了什么力，该拿捏的准则，我们要明明白白，就不会耽误到孩子的原创性，还有可以展现出孩子的创意呢。